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树。提到越南中部的小镇惠安，人们首先想到它曾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商港，越南的世界文化遗产。但今天我们不谈这些高大的名号，我们走进这座小镇的市集和夜市，品尝市集上地道的饮食小吃，感受惠安作为旅游城市之外的市井生活。我要了一份这个，还没吃过这个。眼前这种木薯饺子，我曾在岘港市集那集影片有介绍过，它是越南中部的一种特色小吃啊，通常作为开胃菜或者小零食。它里面以虾子或者五花肉为馅料，上面通常还有炸青葱，并配以甜辣鱼露。这是一种源自顺化，也就是阮朝古都的一道小吃。25000一个 ，Thank you。我们能看到背后这个阿姐，她用机器把这个椰子肉给碾成粉。刚才买的这一个很香哦。我们能看到这里是一个混合的，既有类似于糍粑一样的一个小吃，又有那种透明的饺子，里面是虾仁馅的，还有一些干葱特别香，还有一些紫色的，这个是当地的一些酱料啊。像这一个我是吃过了的，有点像饺子，不，笋丝一名大将。像这一个的话，有点像我们糍粑的，就没吃过这个白色的，都粘在一起了。就这一个，好吃耶，但是有一根头发，好吃。这个2万越南盾大概就是6块钱，6块钱能尝到当地2种特色小吃啊。应该多要一点这个白色的，像糍粑一样的，这个真的好吃。然后是里面的肉末吧，就感觉比较的入味，咸咸的、甜甜的，吃这个就上瘾了。糍粑一样的部分就是很滑，然后很软很黏，就像饺子哈，里面是小虾仁。一开始咬的时候比较滑口，有一点弹性。当咬到那个虾仁的时候，一股海鲜的鲜味就在口腔里面绽放，这个也不错。这个干葱的话是它的点睛之笔啊，香脆的一个口感。我都快吃完了，才发现这还有一包，大概是那种辣椒水啊，酸酸甜甜的。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吃的，不加这个了。大家看这个红色的像果酱一样的东西啊，就是微甜微甜的。你跟干葱搅拌，然后再裹在这一个饺子上的话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椰子肉是挺好吃的。它虽然甜味很不明显，但是它有一股椰子原本的那个风味，挺浓郁的。OK, enough. 干们。其实我吃过这个。在岘港的牛油果冰淇淋里面就放了这个，这是惠安的市场，哦哟，可以啊，好热闹啊这里。有米饭，有河粉，鸡饭，越南鸡饭。Beef chicken 黄楼面。这个是春卷，里面有虾仁啊，烤肉粉。这里有好多的摊位啊，
我看这玻璃里面基本上是一样的菜式，看来都是列出了当地特色。还有这个水井至今仍在使用中。室内的这个集市打烊了，准备。小摊车出摊了。哇，这一条龙的小摊车，摩托车拖着一个像房子一样的小摊。薄荷、空心菜，还有那个像枸杞叶，哈哈，鸡蛋、爪鱼，哈哈。鸡蛋、鸭蛋、豆芽、小柠檬，还有花。每个月初1到初15，越南人家都会进行一个祭祀啊，都用到花。我越逛着越发现流连忘返。我发现这个惠安古镇，其实有点饱了。这个类似于米糊一样的哈，加一勺，再来点油炒过的干葱，再来点这种薄脆条，再来点花生芝麻碎。这个像用粽子包着的一个什么的。2万一份的河粉啊，6块钱一碗。nhiều quá nhiều quá. Từ bỏ đi sao? 好像。Thịt heo muốn mệt quá anh ăn không nổi. 再切一点卤肉。chưa ăn được đâu. Chặt em. 再加一点这种特制的酱料哈。花花绿绿的船只。cà phê thôi ơi.
咱们能看到眼前那个3辆自行车啊，这跟国内那种摆地摊大阵仗啊，它这里就一个小单车，就是一个生意个体啊，一个个体商业户了，挺有意思的。老百姓也是可以自谋其业。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惠安的一个著名的宝贝惠安灯笼。其实早在来惠安之前，我就听闻惠安灯笼的大名，因为当时在宁平，也就是华旅古都游玩的时候，看到一些很别致的灯笼，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是越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安灯笼。如果我们在夜晚走进惠安古镇，会发现这里的装饰物主角就是灯笼。惠安灯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6世纪，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商人来到这里贸易，他们带来了灯笼文化。那么几百年过去以后，当地的匠人呢，把这种外来的元素跟竹编工艺和绸缎布料结合，逐渐创造出了独具惠安风格的灯笼。每一盏灯笼都需要几十道工序，竹子在盐水中浸泡，防虫处理，再用绸缎一层一层包裹，最后手绘图案。灯笼成了惠安夜晚的主角，也打造出了惠安的一个名片。那如今惠安的街巷、庭院和河畔，随处可见五彩斑斓的灯笼，尤其在农历14的满月节，那个时候据说全城灯光熄灭，数千盏灯笼点亮古镇，河面上漂浮着奇艳的花灯，就漂亮的像一幅会动的画。卖灯笼挣钱，拍照也挣钱。如果不是在1999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惠安呢可能还只是越南中部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镇。这是我来到惠安的第一晚，这种朝气蓬勃的旅游景象以及游客的人流之多啊，还是让我有点出乎意料的。资料显示，在东南亚的2024年国际游客入境的规模上呢，越南的入境游客有1750万，仅次于泰国的3530万，马来西亚的2500万，领先新加坡1650万，印尼1390万。虽然国际旅客入境规模才排东南亚第3，但是越南的这种游客的增长量啊，是东南亚排第1的。2024年，它恢复到了疫情前98%的水平，排在越南后的是马来西亚的94%，泰国的88%，新加坡的86%，印尼的86%，菲律宾的72%。新枣，香蕉，现在累了，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下。我们看到在这个平地上很多这个小摊啊，用2个篮子，里面盛着一些糖水啊。我真的挺喜欢这种氛围的，很多人都是一家人出来散步的，就是每个地方都是其乐融融的感觉啊，很温馨啊。虽然我一个人比较有点孤独，但是这种氛围的话，我觉得还挺温馨的。反正挺感慨的，在越南的一个小地方啊，这惠安古镇是岘港下的一个小古镇啊，就这么热闹了哈，感觉欣欣向荣的，生机昂扬的感觉啊。人们普遍都比较松弛啊，主要也是因为有各个国家的这个游客的注入啊，让它这里的话也比较有活力。如果光靠本地人的话，可能也很难有这么的热闹的感觉啊。
感觉越南人跟中国人就有一点很像，就是都挺勤奋的，为了生活，然后也很能吃苦，然后生活也会越来越好。越南就是用小的单车创业，也显得很灵活，也很灵性，甚至有一点点好玩啊，没有很大的这个占用道路的一个压迫感啊。一个香蕉5000越南盾，大概是1.5块。它这个香蕉饼烤好了以后，就涂上一些朱古力。这小美女过来给妈妈帮衬啊！她现在问我 YouTube 频道。来了，朋友们，试一下越南惠安古镇的香蕉饼，它外面就已经烤得有点焦黄了。这个香蕉饼本身没什么味道，主要是朱古力的味道。哦，2万越南盾，6块钱啊！这个我第一次是在越南河内吃的，当时真的把我惊艳到了，特别好吃。这里有好多冰块，感觉有半碗是冰块什么的。这个香蕉烤出一个饼的形状出来，再烤出来以后再放入芒果、椰丝、芝麻，3块钱一个。它就是像烤糯米，里面呢加了一些这个新鲜的芒果肉，还挺别致的。这小巷子都是本地人光顾的哈，在这里好像是手撕鸡哈，香菜、薄荷、洋葱。我想在这里吃了，没米饭了，加一点洋葱、蔬菜、鸡肉。算了，没米饭了，那就不在你这吃了。怎么路过这个小巷子，感觉每家店都是人满为席的。在烤好的蛋饼上再撒一点，应该是蛋液吧，放豆芽。不断的添加蛋液。
再放一个小虾仁，又撒一点蛋液。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下集影片我们将走进占婆王国的古遗址，那也是越南9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Thank you so much. You're welcome. Malaysia. Malaysia 啊。